嗨，伙伴们，我从去拉萨的路上返回了，主要是放不下大家呀。很多人经常问我如何练好枪法，按照个人的经验，图书馆是个很不错的选择。不论是听声辨位还是身法走位，各类武器的运用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有效的训练。那么今天麦克就用月初改名字之前的一期老素材，给大家分享一点打图书馆的经验吧。每次随机出生都将面对两条不同的进攻路线。对于楼下来说，我喜欢直接进攻对方的狗洞，特别是第一轮武器都是冲锋枪，我们需要尽可能的创造近战或者偷袭的机会。只要玩的时间久了，在这个位置可以通过脚步声很轻松的分辨出对手的位置。就比如这个被想偷袭我，可惜被我提前识破了计划，而且在外面可比在里面好打多了，所以他们蛋。好吧，这是个意外，我突然卡壳了，肯定是拿到了山寨厂家生产的黑心货。这一次的出生路线在上面，属于我最熟悉的路线，每次都可以打出不错的成绩。但需要格外注意的是，这个地方特别考验听声辨位能力，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被狗洞或者侧方的敌人偷袭。这个角度也很容易找到人，但一定要注意隐蔽，对面的敌人危险很大。我等到了一个，可惜围栏遮挡了我的弹道，并且物资实在是威力欠缺，让他逃脱。不过这洞口之内的战斗同样是我熟悉的领域，听声辨位他在这里。说到听声辨位，这个位置利用好的话，至少可以来个5连击啥的。通过长期的练习，很容易就在敌人到来之前用提前枪轻松灭敌。只可惜今天我没等到。这里也是我经常利用的位置，只要耳朵用好了，时不时也能收获几个。但是反应一定要够快，出枪也要快，而且还得学着及时躲避子弹。所以我才说图书馆才是练枪的最佳地方。当血量不多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适可而止，而且一种战术绝不能用的太多。你听，有人来了，提前枪准备。看到了没？这就是提前枪的用处了。当然，某些用科技手段的玩家，他们的提前枪同样玩得很溜。实际上，这都是 CS 玩家玩剩下的招数了。那些 CS 大神们，他们的意识和反应能力绝非常人可比。又来人了，看我如法炮制！看，这一次是个糟糕的预判，对手显然摸清了我的套路，很是狡猾，趁我换弹他冲了进来，所以我们再次出现也要用提前枪伺候他。咱们打几发就躲，诱他出来，这可以有效打乱他的节奏。接下来就容易多了。拿到100 MK47，首先要做的就是打到单发模式，因为在这种激烈的团战模式中，2连发会增加你暴露在敌人面前的时间，而且还不利于精准射击。同时最好找一个可远程作战的区域，比如这个廊桥上。你看，被我等到机会了，这个时候一定要快准稳，并尽可能的锁定对方头部，才好轻松消化这把不太实用的步枪。然后就是迷你14了，这把射手步枪稳定性不错，所以可以用手速增加它的射速，中近距离内都可以很轻松的消化掉它。拿到单发狙之后就不能打得太着急了，这枪一定要瞄准要害，否则很难一击毙命。所以我们要放稳心态，不能操之过急。轮到大炮就容易多了，稳定性不高，但射的威力够大，关键时刻还可以进行火力压制。但这把枪一定要打好前几发的命中率，否则很容易被人反杀。拿到喷子后就要设法和对方拉近距离了。我一般都是通过这个洞来这个角落守候。你看，来猎物了。DBS 其实是一把很不错的近战武器，只要距离适当，没有人能扛得住2发连射。你听，有人来了。我听到2个人的声音，所以我选择及时避险。想要好的战损率，就要懂得审时度势。很多人可能会问我为什么打得这么保守，不去进攻？因为当时这一局我正在挑战18战损率，而想要达到18的战损率，只有2个办法，一个是科技手段，另外一个是我这种保守打法，依靠出其不意以及偷袭暗杀达到目的。他终于忍不住冲锋了，正合我意。兄弟们，挑战18战损率，最让人牙疼、腰疼、肝疼的就是这倒数第4把武器了。我这一次完全是运气，平常每次都是卡在这里，让前面的努力付之东流。蝎式手枪就比较容易消化了，但它威力太小，不适合打中远程。其实哪怕近战也很难拼过对手，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偷袭。你看，他挨了一梭子，啥事没有，我的心肝又疼了。哎呀，又上来了，这一次看你怎么逃！哎，直接拼不过呀，就像是挠痒痒一样。不过又来了一个拿迷你14的，这就好办了。现在我拿到倒数第2把武器，一把1911，并顺利等到一人，可惜被队友抢先。这把武器同样不适合远程作战，而我现在已经战损率16，更是要小心再小心，所以我选择继续守株待兔。但是听枪声，周围的几人火力很猛呀，为了战损率，我不敢下去硬碰硬。机会来了，希望他不是步枪。然而我判断失误，他拿的是 AKM。所以在图书馆中，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。我现在进入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，对方初期技术不够，导致目前至少2人拿的是步枪，但现在却对我构成了巨大威胁。如果遇到他们，我这手枪没有一战之力。嗨，又完蛋了！我再次输给了蝎式手枪，输给了一把威力低能的武器，只因为人家是连发，所以本次挑战18战损率的计划也彻底宣告失败。没什么压力了，拼了！
此时的我先后和对方第1名拿到了平底锅，至于哪一方先获胜，就看命运的安排了。我则继续选择从这里发起突袭，你听，果真有人。好机会，他没发现我，我选择一个滑铲一下子靠近，他仓皇躲避，但为时已晚，所以胜利是我的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大家应该也知道了如何利用位置优势获得不错的战损率了。至于18，完全要靠运气，当然把脸丢掉后，还可以依靠强大的科技。